是啊，现在太阳都没有落山呢，留给我们的时间还很充裕。那当然，前半场是你为我量身定制的行程，后半场就看我的吧。保密，先不告诉你。真拿你没办法。你不是好奇我前几年的生日都是怎么过的吗？所以我决定，今天就带你去其中的一个地方看看。等我们到了，你就知道了。这里是夏家的祖宅，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。只有当家族举办重要的聚会时，大家才会来这里。猜错了哦。不用心急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很快答案就揭晓了。把这个贴身放好，千万别弄丢了。如果我说是的话，你会不会害怕？这么说的话，不跳都不行了。不过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只要用这个就行了。再看看抓着你手的人是谁？大小姐饶命！好啦。刚才是我不对，那可不行，谁叫你被吓到的样子那么可爱？好好好，我答应你。走吧，我还要带你去好玩的地方呢。道家的修炼之地，我们称呼这个地方为直境。执念的执，梦境的境。因为这里住着许多被执念困住、不愿离去的灵魂。这些人在死去后，并没有落入黄泉，而是冥冥之中被吸引到了这里。如果放下执念，就可以离开这里，或是被执念彻底吞噬，成为没有心智的怨魂。那不是老虎，只是长着老虎头的人。忘了告诉你了，在这里的灵魂会因为自身执念不同，幻化成不同的外形。比如刚才你看到的那个人，他心中的执念很有可能是权力。我猜他大概觉得老虎是百兽之王，所以在心里把老虎和地位画上了等号，于是自己也变成了老虎的模样。是一个长着草莓蛋糕头的人。闻起来也是一股香香甜甜的奶油味。
我只是把心目中的你描述出来了而已。那当然，你是被我带进来的，而且身上还有我为你准备的护身符。和被执念困住的人怎么会一样呢？这里的每条道路都会通往不同的地方。想好了吗？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是啊，有一种把世界都抛到脑后的感觉。对了，难得带你来致敬，想不想看看你的执念之花？即便是偏执之中，也会留有一丝美好。这一点美好所开出的花，就是执念之花。是啊，这个嘛，下次再告诉你。现在先来看看你的吧。是停力。停力是献给殉道者的花朵，所以也是勇气和信念的象征。好啊。哎，哪里？等等，不要乱跑啊！怎么了？糟糕，我们不小心闯入别人的阵法了。有些人在修炼的时候不愿被人打扰，就会布下迷雾阵。不用担心，只要找到出口的方位，就可以离开。把我们的手绑在一起，就不会走散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调戏我了。啊，这里有什么东西吗？这种事，等回去了我再满足你。一定要绑紧哦，姐姐。别怕，牵紧我。我知道出口在哪里了。啊，到这里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没想到我们竟然跑到这里来了。这里被称为夕阳森林，无论何时都能见到落日的美景。而且这个地方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。据说来到这里的人会有好运气。谁知道呢？不过我早就把我的好运气牢牢握在手心了。啊，这里不可以绑。这种事等回去了我再满足你。哎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调戏我了。这种事等回去了我再满足你。
站在原地不要动，我来找你。没关系，你看，我不是找到你了吗？这一次可不许再松手喽。是啊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和光启示差不多，但当你仔细观察后，就会发现，这里其实有许多奇妙之处。直径 VIP 独家观赏团即将开团，请问这位小姐想不想报名参团？只是这样的话，怎么能显示出我的厉害呢？可以这么说吧。这位旅客可要好好抓紧我，观赏行程即将开始。在空中看风景，可比单纯站在楼顶有趣多了吧？你想先从哪里参观起呢？那边的高塔吗？没问题，出发。让我介绍介绍这座塔呀。我想想啊。这座塔好像是某个很有道行的大师造的。你说这座塔看起来更像电视塔？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也觉得很神奇。不过据说是因为那位大师说，道教也应该与时俱进，于是就把塔造成这样了，还布置了这么多灯光。很厉害吧？直径里的建筑都是像这样的大师建造出来的。吗？以我现在的法力，大概只能建造一个2层小楼吧。不过，住下你和我，也是绰绰有余了。哎呦，你不要掐我呀！好痒！哼，既然是你先引战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俯冲向下是不是很刺激？小心不要撞上大楼。原来你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啊！我还可以像过山车一样，带你进行一个360度的翻转哦。害怕吗？那你可要好好抱紧我，或者让我抱紧你也可以。抱着你，感觉好满足呀。以前每当我修炼遇到瓶颈的时候，就喜欢用这种方式在空中兜风。那时的我就想，有一天能带你来看看这里的风景。今天终于实现了，这应该也能算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吧？很热吗？我可不这么觉得。那我让魔毯飞得再快一点，帮你吹吹风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的脸好像是有点红，姐姐，你该不会害羞了吧？啊，好，不逗你了，就让我再抱一会儿吧。还想去哪里看看吗？那片映照着灯火的江河，当然可以。夜还很长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慢慢来。
平时虽然也不热闹，不过今天确实人很少。哦，原来今天是试灯节。直径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庆典，既是庆祝放下执念的人终于可以转世，也是一种离别的纪念。这倒不是，只是碰巧遇上了而已。直径的时间流速和现实不一样，所以我一时也没想起来。是啊，想不想去看看？所谓相由心生，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些人长相奇特，但对他们而言，其实大家长得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走吧，我们也去逛一逛。好啊，给我一串吧。当然了，这里的食物其实是一种幻术，只会让你感受到味道，其实什么都没有吃下去。看大姐姐的表情，一定非常好吃，看着好诱人，我也来尝一口吧。果然特别甜。当灵魂拥有褪去执念的能力后，会将执念转移到灯笼里，拿着自己的执念灯笼，就能够离开执境。姐姐从来不会骗人。说不定你转生之后，还有机会成为他们的宝宝。怎么了？金光速现，富强精怪，急急如律令。敢在小爷我眼皮底下偷东西，也不打听打听我的名号。就你这套逃跑的本事，还不如我7岁的时候。你是回不去的。那是因为他们都放下了自己的执念。那些灯笼就是证明。就算你拿了别人的灯笼，也无法离开。
每年这个时候，都有人试图抢走别人的灯笼，但很可惜，别人的执念不仅无法让自己离开这里，反而只会让被抢走灯笼的人继续被困在这里。他心中的执念已经扎根许久，逐渐侵蚀魂魄。现在的他已经忘了原本的执念是什么，只记得执念本身。只能先帮他找回自己的执念，但以他现在的样子，找回执念反而会更痛苦，甚至可能会进一步被执念吞噬，直到魂飞烟灭。那你愿意让我们帮你找回执念吗？天地自然，晦气分散。杜梅，小心！不好，他果然被执念吞噬了。他确实还在等你，而且已经等了40年。当人成为鬼魂后，便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，所以你还忘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你早已随着那场雪崩离开了人世。不介意的话，就由我来帮你吧。现在，你可以真正的离开这里了。没关系，对张翔说的话，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想对你说的。继续往前走，如果有缘，你们还会再次相见。世间有许多悲欢离合，而在直境，却只剩下悲了。不过，就算有一天我们再次分开了，我也会把你找回来。不管是人间，还是……在发什么呆？落入彼岸，踏上奈何桥，忘却一切后，重新开始。这
谁都不知道，只能说天命自有定数。只不过，与其等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什么？我刚才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虽然借助我的力量，让他得以不再被执念侵蚀内心，但或许那并不能被称为放下执念。一直以来，或许是我误解了执行的规则。来到这里的人，都是因为心中有着无法释怀的执念。对他们来说，那像是无形的锁链绑住了灵魂。彻底挣脱锁链固然是一种方法，但像杜梅那样与执念和解，选择向前，原来也可以离开。你说的对。但这个道理不只对于直境，对于又何尝不是？我说，烟花很美，你也是。去哪里？那里是我修炼的地方，竟是些被执念侵蚀的人。建筑也比这里拥挤很多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好吧，说不过你，那我就带你去见识一下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你说的这是内功，平时也能修炼。来这里，当然是要做更厉害的事。比如有些灵魂在这里待得久了，被执念侵蚀，失去心智，我就要负责让他们恢复神智。这个简单，念清心咒就可以。只不过根据侵蚀的程度深浅，念咒人所需要的法力也是递增的。虽然效果甚微，不过至少也可以静心吧。当然可以，但你得交点学费。谁说没有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不就有一个？我说的是谁呢？这个人只要点点头，我就教他清心咒，好不好？姐姐真听话。是啊，不过在那之前，叫一声老师来听听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就教你。第一句，太上台星，应变无停中的太上，指的就是道家中认为的无上尊神。最后一句，三魂永久，魄无丧清，意指修炼之人应当学会控制自身的魂魄，才能修其身，遇鬼神。记住了吗？如果只是想驱除心中杂念的话，默念就可以了。
那就要看那个人有多信任你了。虽然你没有法术，但只要对方愿意配合，那么靠咒语本身的力量就足够了。不知道，去看看。是被执念吞噬的怨灵。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。哼！没事，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。是刚才那个怨灵，他身上一部分的执念影响到了我。不用担心，等我法力恢复一点，就可以驱散。你？好，那就拜托大师了。好，我很认真的。什么？可我妈妈现在瘫痪在床，怎么能出院？医生，求求你，再宽限我几天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攒够医药费的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
与你无关。我说了，不关你的事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夏明星了，这个家现在只能依靠我。我只是想看看这个世界，等着我去做的事还有很多，我不会跳下去的。每天睁开眼醒来，我只觉得有无数的重担压在背上，让我喘不过气。现在的我，让我自己都觉得陌生，我不敢去思念你，哪怕只是一丁点的软弱，都会让我没有勇气去对抗世界。我连最重要的人都保护不了，这样的我又有什么资格站在你面前？忘了我吧，忘了我，或许对你更好。那只是你的错觉。你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，说不定有一天会变得习以为常。只要我用了这张符咒，你就再也不会记得我了。谢谢你，刚才没有选择忘记我，也没有让我曾经的执念改变现在。
现在的我已经有信心能保护最重要的人了。夏明星，夏天的夏，一鸣惊人的鸣，星星的星。好。这样就和刚才的霉运抵消了。看来姐姐还意犹未尽。你身上的那张符咒快失效了，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。不，从海里走。请跟我来吧，大小姐。虽然还有其他的离开方式，但这是我觉得最浪漫的一种。你试试碰它一下。这是直径送给你的一个小小纪念。会，不过放心，只有当你再次进入直径的时候才会看到。这是只有我们2个人才知道的秘密。怎么了？我属于我们2个人的未来，谁都不许缺席。夏明星遇到了一个小麻烦，请求大小姐协助。我刚才走在路上，脑袋里呼啦一下就出现了一首歌的歌词，大概是吃饭请我们要什么之类的词，它一直在我脑子里循环，可我就是想不起这首歌的名字，好难受啊。而且不管我是用听歌识曲还是用歌词去搜，除了搜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歌，完全没有半点帮助。真的？那你努力帮我回忆回忆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也有点印象了。不行，好像还是差一点。提示？哎，等等，你是不是已经想起来了？哎呀，快告诉我答案吧！你忍心看着我一直困在这首歌里吗？你还不知道我吗？夏明星对大小姐向来有求必应。这旋律
这歌词，没错，就是这个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你把我从这个无限歌词循环里拉出来了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我想着今晚要找你吃饭，所以大脑就把歌词自动脑补成了那样。嘿嘿，那你现在知道了。不知道大小姐晚上有没有空啊？等等，先别说，让我猜猜，你是不是想去上次那家 KTV？ 没问题，那就说好了，等你下班我就来接你。